家好，我是小酱汁。正文开始前，麻烦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我定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神仙转世胎记的位置，有胎记的人命运如何？关于中国的民间神话认为，天上的神仙只要犯了错，就会远离仙界，历练人间。来到人间的日子，就是会给我们带来好运的神。今天就看看命理中有关面相的说法吧。神仙转世胎记的位置在哪里？一、额头。神仙如果转世为人，也自当是拥有极其辉煌灿烂的一生。他的胎记自然是在极其显眼的位置，让每个人第一眼就能发现。所以这个位置就是额头。额头的胎记十分明显，就算是有心遮挡，也基本上遮挡不住，不过也无需遮挡，这可是神仙下凡的标志，能够庇护他一生幸福安康。二、手臂。神仙如果转世为人，他的胎记也有可能在手臂上。胎记这种东西还真不好说，长在什么位置的都有，手臂上的胎记自然也是很多的。但是他手臂上的胎记明显和其他人不一样，那就是形状更加具体，隐隐约约像一个什么东西，比如有可能像一块玉佩，或者是像一个手环。三、臀部。神仙如果转世为人，他的胎记也可能会出现在臀部。臀部作为一个人最为隐私的部位之一，除了医生之外，其他人基本上是看不到的，所以胎记出现在这里，完全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，也不会让他很自卑，或者觉得自己很倒霉。所以臀部的胎记他一般是不在乎的，反正没人看得到。四、脖子。神仙如果转世为人，他的胎记也可能出现在脖颈处，而且一般是靠后的位置。这块位置非常的好，因为神仙的胎记可不是一般的胎记，可是有能够沟通前世的威力，得到祝福的。所以脖子上的这块胎记能时时刻刻增强他的运势，让他幸福安康地过完这一世。五、头顶。头顶处的胎记一般很隐蔽，因为会被头发遮住。这个位置有胎记的人也非常少。头顶百会穴附近是人体气场的一个中枢，这个位置有胎记，往往说明这个人的气场会跟更大的宇宙气场相连接。这样的人往往天赋异禀，极可能前生是位有修行的神仙。六、前胸。前胸这个位置有较大的痣或者胎记，都是命途不凡的象征。这样的人可能从来都觉得自己与身边的人不相同，很难找到归属感，不管自己怎么努力，都跟大家或是朋友格格不入。他们很可能聪慧而有能力，想象力和创造力很发达，但却与人有天生的隔阂，那很可能是因为前生是神仙所致。七、腹部或肚脐周围。腹部是人丹田之所在，而神仙或修行者一般都会有修炼丹田之气。这个位置出现胎记的人，很有可能是前生修行的缘故，但是这类人很可能并不会显露超脱凡俗的气质，他们注重欲望，渴望成功，往往要到实现今生的成功或者遭遇失败后才能超脱出来，意识到真正的自我。我们的生活幸不幸福，很大一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努力争取来的，但是有些幸福或者说福气是你身上的胎质决定的。没有神仙转世的胎记，要是有以下这些胎质，我们的气运也会变得更好，做事也就慢慢变得容易一些。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人最有福气的10处胎质分别在哪儿。一、屁股下的胎质。很多人不喜欢身上有胎质，觉得不好看，其实这些胎质是好命的象征。比如长在屁股上的，屁股下面长胎质的宝宝可以说是非常少的，这种胎质一般也不影响美观，是一种大富大贵的胎质，而且这种胎质的宝宝长大了是顺风顺水的，准确度非常高。二、肚脐有胎质。
肚脐中长胎痣，相信很多人都没见过，甚至也没听过。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宝宝在母亲身体中吸收营养的来源之地，蕴含有先天之气。3. 大腿内侧的胎痣。大腿内侧长胎痣一般都代表了以后桃花运以及人际关系非常好。大腿内侧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如果长出胎痣，就说明这个宝宝在未来有很大的几率变成一个潜力股。日常生活中非常低调，但是会非常有异性缘。4. 锁骨两面的胎痣。都说有容人之量的人在社会上非常受人喜欢，如果是锁骨两边长有胎痣，这种人就会非常的大度，而且和女性相处也会非常大气，朋友众多，人人都喜欢帮助他。5. 长在背部中间的胎痣。背部中间的胎痣一般是不太影响美观，很少有人能看到。这里的胎痣还是比较好的。都说在这个社会中，想要成功一定要有贵人的相助，而背部中间长痣的人就命中注定有贵人相助，虽然命运坎坷，但总能逢凶化吉。2. 尾龙骨胎痣。尾龙骨有胎痣的人往往在学习能力方面是非常突出的，是人们眼中的学霸，在许多技能上都能表现出非常牛逼的天赋，不管是学什么，其表现出的天赋都是令人羡慕的，可谓是能文能武，但是为人处事上就得看自己了。7. 手上长胎痣的。手上有胎痣的人寓意聚宝盆，天生精力旺盛，为人热情，做事灵活有头脑，工作上总有惊人表现，一生得天时地利人和，财运颇佳，而且他们天生异性缘良好，命犯桃花，真可以说是手握财富，是最有福气的10处胎痣中比较上佳的一个。8. 左脸长胎痣。脸上长胎痣虽然寓意也许不坏，但左脸长胎痣会影响美观，大多数人都不太能接受。不过左脸上有胎痣的人一生都是富贵双全，好运相伴，他们自身也是很努力的，天生就是精明能干之人，加上运势一直是很不错的，凡事都可以有大的丰收。9. 胎痣长在额头。额头上面长胎痣，相信很多人可能不喜欢，因为非常醒目，甚至影响容貌。不过额头上的胎痣被称为朝王伞，此处有胎痣的人为天选之人，是当官做领导的命，仕途之路比较顺利，将来能够出人头地。10. 胎痣长在胸上。桃花运很旺，非常受人欢迎，遇到困难时也经常会有贵人相助。看了这个视频，大家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有这些胎痣，如果有，就朝着你想要的目标更加努力的前进吧。运3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从出生胎记看你一生命运。很多人身上都会有一些胎记，而这些胎记都有它存在的意义，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慢慢显现出来。有些胎记可能是好的，可以给主人带来好运，而有些可能是坏的，可能会带来霉运。那么你都知道哪些胎记是好的吗？不同位置的胎记又有什么样的命运呢？如何通过身上的胎记看命运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最有福气的12处胎记。1. 屁股下。屁股下的胎记的话，那么有着寓意说法，就是说一生都胎记的位置与命运是能够衣食无忧，甚至就是一生里就是一个富贵的象征。在做事上更加看到了做事都是很顺利，所以一生都是很顺的。对于长在屁股下的胎记的话，带边的意思是衣食无忧，是富贵命的象征。屁股下有胎记的人做事都会非常的顺利。2. 尾龙骨胎记。而如果是在尾龙骨方面里有胎记，可以说明在学习上能力更加的突出，就是小时候就是一个学霸来的，而且对于在为人处事上总是遇着能文能武，而且对于在表现力的天赋上更加有着让人更加羡慕起来的。
3. 锁骨两边有胎记，在锁骨两边如果是有胎记的话，可以说明在气度方面里都是会很大的，而且在生活里去看，那么都是不会太小气的一个人。而且对于在这个的时候都是会更加的好的受到人的尊重，所以其他的人都是很喜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相处的。4. 肚脐有胎记，与背部正中间的位置相对应的自然也有肚脐了，胎记长在这里的话也是非常吉利的。这里的胎记一般都意味着一个人的智慧，有着这样特征的人一般都是有着聪慧头脑，并且处事的时候情商也是相当不错的，所以一辈子的发展很好，而且他们在金钱一道上也是非常有运势的，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很多。正如有一句话说是这样的，其内藏金，能变万金。5. 肚脐和乳房之间有胎记，从这里去看，其实也是一个很受到人欢迎的，而且对于在生活里就是一个很人见人爱的一个，都是会有很多人愿意和这些人有着异性缘很好，而且也是会不管是在做事方面里，或者是其他人的说法上，都会有着可以受到人的尊敬的。6. 大腿内侧有胎记，从大腿内侧里去看，都是一个比较隐藏的地方，而如果是在这里有痣的，那么可以说明这种的人都是很低调的。但是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很低调的生活呢，其实他们都是很直接的潜力股，都是会很容易有着一鸣惊人的，而且这样的人都是很好交心的。7. 背部正中有胎记，将身体作为一个整体而言，背部正中也是一个关键的部位，在一些说法中这是气运的汇集之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有胎记生长，其实也是大吉的表现。这里的胎记意味着的是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，即使自己本身气运不好，但是在其他人的相助之下，总是能够得到福缘的。而且对于这种人来说，他们也能够有很厚的儿孙福缘，在老了之后能够安享他们的孝顺，并且得到和睦的一大家子。8. 左脸的胎记，虽然说左脸的胎记都是可能影响人的美观，甚至很多人都不能接受，但是左脸胎记的人往往在一生里都是很富贵的人，一生都是有着很好的运气的。左脸胎记的人自身都是有着很努力，天生就是一个很能干很精明的人，在运势去看都是很不错，甚至就是在事情上都是很丰收的。9. 手上的胎记，手上的胎记的人在手相上去看，就是有着寓意起来聚宝盆的含义了，天生也是有着精力旺盛，对待人都是很热情，在做事上更加有着头脑很灵活，在工作里的能力表现上更加的惊人了，一生财运都是最好的，天生也是有着一个异性缘的一面，甚至就是在命里的桃花都是很好的。男性的话能够娶到好的老婆，女性的话能够嫁给好的丈夫，而在一生里去看，那么都是家庭顺利，事业顺利，夫妻之间里都是很恩爱的。10. 额头有胎记，额头有胎记，而且胎记大概是指甲盖这么大，其实是很不错的一种胎记。一方面，这样的胎记不会给人的相貌带来太大的损毁，反而会使得这个人很有辨识度。另一方面，额头有胎记是这个人聪明的象征。大家记不记得包拯的额头上有一个月亮？包拯断案如神，额头有胎记的人脑子很灵光，总是可以在别人还没有反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把事情做得很成功。这样的人其实蛮适合去经商的，因为很善于抓住商机。11. 脸颊上有很大一块胎记，偶尔在路边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半张脸都是黑色胎记的人，他们看上去都是很严肃的，其实那是内心孤单的表现，因为他们从一出生就有可能受到来自家人的愤怒，稍微长大一点还会受到小朋友的嘲笑，慢慢的自己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样子。但其实脸颊有很大胎记的人都是内心非常柔软的人，他们前世可能经历过很棒很好的生活，今生是来修行的，体验人生极苦极恶。这种胎记的人虽然话不多，但是思想很成熟，内心很丰满。12. 胎记长在右边脸上的人，这样的人对金钱和家庭比较看重，他们会在事业上付出很大的努力来赚取更多的金钱，而且这样的人对欺骗和背叛是非常厌恶的，特别是爱情方面。2. 命不好的胎记，
一、脖子后中侧有胎记，这个位置的胎记代表感情不顺，他们在感情上遇到的波折比较多，面对感情问题，自己很容易陷入迷茫，易受对方欺骗而导致情迷心碎，但痛苦后仍未知惊，在情场上会屡次碰钉，建议考虑佩戴成员铃、胡吊坠，提高自己的感情运势，斩断让心忧心的烂桃花。二、脚后跟有胎记，脚后跟有胎记，如果是黑胎记，代表厄运连绵，头碰着黑，总之是运质难以解开困局。如何逆转命运呢？那只有去掉这个黑胎记，才能让我们宏图大展，工作顺利，财运滚滚，福如东海。三、锁骨与肩头之间有胎记，胎记图中讲到想锁骨再过些少进步，位置有致，寓意对朋友较舒爽，视钱财如粪土，不计较，比较大度，凡事吃亏也不会太过计较，这种人心眼好，但是运势就稍差了，晚年容易疲累。四、后臂有胎记，这个地方有胎记的，对于他们的感情是不利。长在后手臂上的胎记，他们是因为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不重视亲情的缘故，到了中年或者老了之后，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弊处，感受不到家庭温暖，无人赡养。五、胸前有胎记，长到胸前的胎记则意味着这个人本身的品行不好，虽然在年轻的时候能因此获利，但是长久的好运没有，反而会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感受到更多的厄运。不过即使一生主厄运的胎记长到了身上，也是有着很多解决办法的。六、眼睛有红色胎记，虽然眼睛有红色胎记的情况是很少见的，但是还是有人的眼睛上面有这样的胎记。如果是一个女性有这样的情况，那么这个女人一般长得要么很丑，要么很美，是两个极端。如果是很丑的女人，会非常贤惠，持家有道，孝顺公婆，且教子有方，反而对于夫家很有帮助。而如果是很美的女人，则会蛊惑人心，她们虽相貌美丽，但内心却非常自私，只考虑自己的感受。如果是男人眼睛上有红色的胎记，那么这个男人性格会比较软弱，做事拖拉，别人给机会都不会有能力把控，其性格有偏女性阴柔的一面，很没有担当，不过做事情倒是很仔细认真。七、胎记长在左边颧骨上的人，这样的人不受管教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教训，所以他们非常容易和领导发生争执，事业上自然得不到领导的赏识。而且这样的人虽然脾气不怎么好，但他们没有什么坏心眼，非常容易相信别人，有可能会遭到心眼不正的人算计。胎记的影响有好有坏，长位置也会对人生有不同的影响。大家有可能因为胎记觉得难看而自卑，其实这是我们出生就带下来的标记，所以不要觉得不好看，因为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。单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此处有胎记，富贵享不完。胎记可以在出生时发现，也可能在出生几个月后才慢慢浮现。胎记的位置也代表着命运的不同，每个人身上的胎记都有它特别存在的意义。有些胎记会给主人带来厄运，有些胎记却会让身体主人好运不断。不同的胎记也会有不同的命运。接下来小酱汁就给酱友们讲讲，快看看你胎记中的奥秘吧。一、胎记长在此处，天生就有富贵命。一、额头有胎记。额头有胎记的人是天选之人，这里被称为朝王伞，将来可以出人头地，工作途径比较顺利，是当官当领导的生命。进入职场后，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强劲实力，收获幸福美好人生。当然更为重要的是，职场发展的极为顺畅，可以获取源源不断的金钱和财富。这类人到了中年的时候，基本上在职场中就已经能够爬到领导阶层的位置了，薪资待遇是极为优秀的，与同龄人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。二、左脸有胎记。脸上长胎记虽然会影响人的容颜，但是长在左脸上的胎记其实对命主还是非常有利的，它预示着命主一生会富贵双全，有好运相伴。而且
这样的命主大多都是比较聪明能干的类型，所以他们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自己带来不错的财富和荣誉。3. 锁骨两边有胎记。锁骨两端有胎记的人人气爆发，可以受很多人的喜爱，善于与他人交往，为人处事能力强，他们人际关系和谐融洽，贵人缘也极为旺盛。不管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，也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总是可以得到高人的提携和指点，所以他们比普通人更容易取得成功。这类人可以从投资理财大佬那里得到很多前沿的商业资讯，还可以买到涨势喜人的基金和股票，也能够拿到丰厚的收益。4. 肚脐周围有胎记。肚腩代表智力和气质，肚脐周围有胎记，说明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旺盛运势赚取丰厚的钱财。他们反应敏捷，思维活跃，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，只要身边有赚钱的机遇出现，他们必然可以在第一时间牢牢把握住。这类人的偏财运势极为旺盛，总是能够在不经意之间获取天降财富，比如说买彩票中大奖，家中的老房屋被拆迁，以及走路上捡到钱等等。5. 背部中间有胎记。胎记如果生在背部正中间的话，就预示着命主有靠山，也是生命中能够遇到贵人相助的一种，一生都能够顺利平安，即便有苦难也会在别人的帮助下度过难关。而且胎记长在这个地方的命主还预示着晚年儿孙满堂，子女孝顺。6. 尾龙骨有胎记。尾龙骨有胎记说明这类人是出类拔萃的，他们与普通人相比，不管是家庭背景、能力魄力以及聪明才智方面，都具有领先的优势。他们往往出生家庭很好，父母非富即贵，他们从小到大接触到的人和事以及本身的眼界都是极为开阔的。这类人不管对赚钱有没有兴趣，愿不愿意付出努力，他们都可以拥有大富大贵的生活，不需要为了钱财的事操心。7. 屁股下有胎记。屁股下有胎记寓意着生来富贵，命里带财，不管是正财运势还是偏财运势都是极为旺盛，他们可以在机缘巧合之下，短时间内迅速积累财富，手头将变得特别宽裕。这类人不贪财，也没有太大的欲望，所以在花销方面并不会耗费过多钱财，只要是赚到手的钱，大多数都可以累积下来。他们内心柔软善良，乐于助人，能够不断积攒福德，自然可以将旺盛的财运一直延续下去。8. 手背上有胎记。手背上有胎记的人，说明命主天生精力旺盛，一生得天时地利人和，财运颇佳，而且他们异性缘良好，婚后夫妻恩爱，孩子长大后也非常的孝敬。9. 大腿内侧有胎记。大腿内侧长有胎记的人，属于为人处事非常低调的人，他们常常会在年轻的时候隐瞒自己的事业，等到自己的机会，只要他们能够抓住一次机会，就会出现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的情况。身上这5处有胎记，多灾多难，穷困一生。1. 脖子后中侧有胎记。脖子上的胎记多数为凶胎记，代表兄弟不和，爱情不利，好色，经常要为他人劳苦。脖子后中侧如果生有胎记，代表感情波折不断，容易受情伤，经常受对方欺骗而导致情迷心碎，情场上屡次碰钉不顺。颈后长胎记偏左则吉，脖子正中央有胎记的人颇有财运，脖子两端有胎记的人具有艺术天赋。脖子后面正中间有胎记者都是一意孤行，不听别人话的人，爱学习。2. 脚后跟有胎记。脚后跟有痣，如果是黑痣，代表厄运连绵，处处碰壁，难以解开困局。脚后跟有胎记的人一生不会平顺，容易大起大伏。此外，这种人也不善于理财，无法聚拢钱财，一生贫苦。3. 胸前有胎记。胸口近心脏位置有胎记，俗称狼心狗肺痣，代表坚巧狡猾，为人反复不定，经常以为朋友笨，见财起意，总之不怀好意。一般有这种胎记的人，人品都不好，是典型坏人的标志。
虽然他们的脑子很聪明，情商和智商也比较高，但是想法却很偏激，非常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。如果不幸遇见这种胎记的人，最好绕道而行。4. 锁骨有胎记。锁骨有胎记表示对朋友较疏爽，视金钱为粪土，不去理财，所以没什么钱，晚年也会一贫如洗。奉劝还是储多个钱为上策。此外，这种胎记的人与家人的关系也不好，年轻如此，老年也如此，晚年生活极为贫苦，子女也不孝，孤苦伶仃。5. 手臂后面有胎记。手臂后面有胎记，六亲关系超级差，这种人不重视亲情，完全是没有家庭温暖的人。女性有这类胎记，甚至会抛夫弃子，男人的话可能会抛妻弃子，最终都是落得个孤独终老的下场。这种人一般看起来比较冷漠，让人无法亲近，自身也比较孤僻话少，所以人缘极差，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受到很大的影响。3. 胎记颜色不同，命不同。除了胎记的位置，我们通过胎记的颜色也能大概了解一个人的命运。1. 黑色胎记。胎记比较常见的颜色就是黑色，大部分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发现，也有的在出生后几个月发现。长在额头上的黑色胎记寓意聪明机灵，但是如果脸上黑色胎记过多，会影响容貌，以后的人际运会不太好。小酱汁在这里提醒各位酱友，如果黑色胎记长在脚上，这就是有福气的标志，尤其是长在脚心，运势会非常的好。2. 灰褐色胎记。这种颜色的胎记如果不仔细看，会和黑色胎记混淆。灰褐色的胎记大多都是平滑的，不会凸起来，多长在耳朵周围或者肩膀以及身上各个部位。长有灰褐色胎记的人，小时候经常体弱多病，但是成年后身体渐渐好转，而且事业运好。3. 金色胎记。金色胎记不算的很少见，有人说金色胎记是神灵转世或者前世大富大贵，这个没有特别的依据。金色胎记如果长在脸上，是很容易出现病变的，最好及时去除。如果金色胎记长在背后，这样的人在中年或者晚年可能大富大贵，事业运好，但是要小心中年后病变多。4. 红色胎记。女孩子身上长红色胎记，说明这个人性格比较好，温和没有脾气，人际运好。如果红色胎记长在脸上，这样的女孩比较重感情，成年后容易为情所困，陷入三角恋中，感情不顺。男孩额头上红色胎记，桃花运多，但是容易泛滥桃花，容易陷入别人的家庭纠纷中。5. 白色胎记。白色胎记是很少见的，大部分是汗斑或者白癜风早期的症状，需要到医院确诊这种胎记的具体成因。天生有白色胎记并且没有病变，表示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，事业运不强，不善交际。在财运和家庭运方面比较极端，如果面相好，运势就一路走高，面相不好，运势差。看了今天的视频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加深对胎记的认识呢？当你走在大街上，偶然瞥见别人身上的胎记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好像能透过这个记号窥见出他今生的秘密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